大家好，我是 Esther。我现在来跟大家聊一聊 Switch 2的感受。已经该玩了有5-6个小时了吧，因为这几天事情也多。先说马里奥世界，我觉得我喜欢马里奥赛车8是因为我喜欢刷圈，就是我喜欢就只玩那个车影模式，我就一圈圈刷，我觉得很快乐。但是马里奥赛车世界它剥夺了这个快乐。首先它路很宽，它路巨宽，因为要挤下24台车。然后路宽了之后，你漂移转，而且转的弯也不是特别挤的弯。马里奥赛车8就有那种路窄且有些急弯，会稍微考验一些漂移跟转弯的技巧。但是马里奥赛车世界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上手，它就把路变得更宽，把弯变得更大了，刷圈就没有意思了。取而代之的是，它加入了那种能够跳杆跟那个上墙的这2个新的玩法，就是在一条大臂直的路上增添更多的这种动作性技巧的东西。但对于我一个喜欢开车刷圈的人，它就不够有意思，因为它不再是刷圈的乐趣了。这是我不喜欢世界的根本原因。但我相信它的多人模式，就是那个狼人杀模式，那个淘汰模式，每一圈淘汰掉4个人，那个模式应该挺有意思，但我还没试。还有啥？那个世界马里奥就是世界自由乱转悠那个模式，我觉得怎么说，我以为我会喜欢，但是我转了转之后，我发现我在尝试找它好玩的原因是因为这是任天堂第一方的游戏啊，这是 Switch 2的护航游戏啊。我在世界里转悠，我的感觉就是 This is it， 你就这点能耐了吗？就你真的就这点能耐了吗？我觉得就是那个 Forza 好玩，就4、5我都买了。它好玩是因为它的世界确实是美观的，它好看。我在上面我有真的开车兜风的感觉。但是马里奥赛车世界这可是一个卡通化的世界啊，而且在比如说沙漠、旷野或者河流或者是冰川这种自然景观不是特别丰富的地方，它的路就真的是很空，你开在上面，你真的就你也没有什么可以看的，你也没有什么可以玩的，你就瞎鸡巴开啊。然后我就看了一下，我又不死心，我就看了一下 Metacritic 的那个马里奥赛车世界评分，马车8居然只有8点几分，马车世界居然给到9.0。我可能真的不是世界的受众，我不理解。就是比如说旷野之息也是很大一块空地图，不是空地图啊，它有很大的旷野，但它一定确保你几步之内你就能找到可以觉得互动有意思的东西，就是你从 A 点到 B 点的这条路上，你会时不时遇到好玩的东西，你不会觉得赶路这件事情很无聊。但是马里奥世界问题是，它虽然路上会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，但你不是从 A 点到 B 点，你没有一个目标，你没有目的地，你就是在瞎鸡巴转悠。那你也不知道哪里什么时候会遇到一些小的挑战关卡，我觉得这是他的问题。这个问题马车世界的团队也没有解决 ，so I don't get it。OK， 我不是马里奥世界那个赛车的受众，我要去开发别的 Switch 上的赛车游戏了。然后意料之外让我玩得很上头的是2077。我今天早上还在跟朋友说，我说虽然我不是 CD Projekt 的粉丝，但是我莫名其妙的我的巫师3和那个2077我都买了很多份。首先巫师3跟2077我都先买了美版的，然后我发现没有中文，我就把它给出了，要么是送人了。
然后我接下来又买了那个有中文版的，然后出了 Steam Deck 之后，我又在 PC 上买了一份。我甚至我朋友生日礼物，我又各给他送了一份那个53跟那个2077，也就是我看看啊，53我就买了4份，一份英文 PS 的，一个中文 PS 的，一个我自己 PC 我朋友的 PC。2077买了5份更过分，PS 的版本的 PS 英文的 PS5 中文的，我自己的 PC 我朋友的 PC 和 Switch 2我买了5份但你说就是其实这2个游戏我也都玩进去了，我也觉得还蛮不错的，虽然还没有那么死忠粉，但是我玩进去了。之前为什么2077我玩不进去呢？因为它的设计手感奇烂无比。53是 CD Projekt Red 起家的游戏，就是他们51、2、3他们都在做那个冷兵器游戏，他们没做过射击游戏，所以2077射击手感奇烂也在意料之内。然后我买 Switch 版本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这一次设计加入了体感瞄准。有体感瞄准之后，我又变成那个神挡杀神的王了。我小时候打 CS 我就这样，我其实也没打过线上模式，那时候还没有人跟我线上联机，我就自己玩单机。我属于练习模式，我把对面的敌人杀完之后，我觉得没事干，开始杀队友，就是爆头的快乐，就是我纯纯就是享受爆头的快乐，我不在乎杀的是谁。所以这个射击手感一好，2077我就玩进去了。然后 Switch 上的画质有一说一是比 Steam Deck 要好的，就如果没有玩过 Steam Deck 的话，那你观感就觉得还不错，你不会觉得说因为它被机能拖累，你会觉得说哦还不错哎。就如果你是从比如说5090显卡下来，你看它可能会觉得有点磕碜，但作为一个这么薄的掌机来玩，我觉得相当不错了。Steam Deck 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举不动，就是我这么就是肘子放在桌子上，我这么举着玩。Steam Deck 我举不动 ，Switch 2我是举得动的，但是必须得裸机，稍后加一个壳我就也举不动了，就是它正好在我举得动的临界点上，再稍后沉一点都不行。所以我在想说，一些大作真的可以拿到买，就是 Switch 2我再买一份了，真的挺不错的。还有啥我想逼逼的昨天是去飞城上课的一天，然后我们学校的系主任出了一些变故，就导致我们现在这个授课老师他变成了临时系主任吧，我不知道，本来是8点到12点的课，现在变成8点到10点了。于是我们就可以早早的下课去唐人街吃好吃的了。但是我还是5点起床，我前天晚上没怎么睡，然后5点爬起来跑到费城去转一圈，下午2、3点回来之后睡个回笼觉也没太睡饱，然后就开始玩2077，就玩上头了。昨天晚上可真的是好不容易睡了个好觉，我这阵子失眠还挺严重的，我还没摸清楚为什么。就是我虽然解决了效率的问题，我现在是个效率很高的人，但是我也开始因为脑子一直处在比较活跃的状态，导致我现在睡眠不太好。Anyway， 然后我今天早上起来，我又是肯定是 crash 的状态，因为昨天没怎么睡觉，忙了一天。然后今天早上虽然睡饱了，但是还是很累。但我又正好跟朋友约好了，说我去他家，我们俩一起工作，就是他各干各的事情，然后一起忙嘛，也见个面，因为有几个星期没见面了。我就拖着疲惫的身躯，我想说不行，我今天怎么着我都要把那个卫生给打扫了。我定得下每周日打扫卫生，因为这个家正好每星期是脏到一个我觉得有点不能忍受的状态，我就每周日我打扫一下。今天咬着牙拖着疲惫的身躯，我把房间给打扫了，扫了我一身汗。然后我就去到我朋友家，我就开始又高度集中注意力的把我最近接了一个 motion graphic 单子，我把那个前4秒的 storyboard 做出来了，因为对方想试一下说看看我做 motion 大概是什么风格，就是对方也是个比较
相对 motion 没有那么了解的一个雇主吧，他就说先做个第一句话，大概5秒钟4-5秒的样子，他说做一下看看怎么样。我大概花了3个半小时的时间，我把就是先脑子里构思好那个台词对应的画面是什么，画面之间怎么转场，这个前几秒东西给做出来了。我真的很棒，真的很棒。就是我对比我做 motion 动画毕设的那一阵子状态还是好了非常多。毕设那一阵子脑子里根本就出不来东西，我现在接这个动画单，我发现我是基本上能在脑子里把动画想出来，然后我再用 storyboard 把关键帧画出来，就是关键的几个步骤，但是转场什么的基本上在脑子里过都还挺流畅的。OK， 今天大概就分享这么多，谢谢大家，See you guys。